Hello，大家好，我是小陈。最近呢，给客户维修一个太阳能，它这个故障呢，就是说不上水，然后这个上面显示这个水是满的啊。当然，这种情况呢，只有两个故障，要么是传感器坏了，要么就是这个主机坏了。当然，这种情况呢，根据我们的经验呢，传感器坏了故障率是比较高的，所以说呢，我就去用户家检查呢，发现是传感器坏了啊。这个传感器我拿回来了。但是这个传感器呢是2根线啊，我们以往的传感器呢都是4根线啊，可能这个4根线的传感器呢大家也比较能懂啊，这个2根线的传感器呢大家都不知道它的工作原理，所以说呢我就觉得呢可以和大家拿回来分享一下，所以说我把这个用户的这个主机也拆回来了啊，这是这个旧的传感器啊，用外表测量这两端的这个阻值的话，大概是1点几 K 啊，明显损坏了。那么我们就来给大家画了一个图给大家看一下啊。我们传统的这个传感器啊，我这画的比较简单啊。大家知道这个传感器嘛，都是通过一个电阻啊，不管它是什么电阻啊，热敏电阻也好啊，如果是检测水位的，它可能是根据这个水位的这种滑动电阻啊，我们不管是什么，就是根据这个电阻的阻值改变啊，使这两端的这个电压产生变化，而来体验这个水位或者这个温度的变化啊。假如说这个是温度的话啊，假如这里输出一个5伏啊，这里如果通过这个电阻变大的话，这里接收到2伏的话，那么它就会根据这个单片机的计算方法显示出这个相应的这个温度啊，水位也是一样。那么这个视线呢，大家就比较好明白啊，因为它这个呢恰恰是一个2线的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里就是一个电磁阀2根线，然后一个黄红就是2线传感器啊，这个上面也写的有。那么我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这个2线传感器它是怎样工作的啊。首先它这个传感器的工作方式，它取决于这个单片机的采样啊。那么这个单片机它是怎么采样的呢？我们知道这个一个传感器嘛，它必须是有出去有回来啊，就说是这边出去这边回来，这边出去这边回来，构成回路才能使这个电脑控制台啊感知到这个温度或者是水位。那么这种2线呢，实际上它就是通过了一个二极管的一个单向导电性啊。它这个的这个 CPU 啊，它发送的这个信号啊，它是不停的检测，就和我们这个空调的这个变频空调的通讯是差不多的啊。假如说我们这边这个是水位啊，检测水位的啊，这边是检测水位，这边是检测温度的。那么这个 CPU 在检测水位的时候，就从这端发出一个信号啊。大家知道这个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不能从这里过去，那么通过这个二极管啊，通过这个东西啊，这个东西就是一个水位传感器啊，这个就是一个温度传感器啊，我们知道就行了啊。这个电路图画的非常简单啊。这个当检测水位的时候呢 ，CPU 发射一个电信号，从这里啊，通过这个二极管单向导电性，通过这个电阻啊，通过这个传感器，然后回到 CPU 的另一端。那么这个 CPU 在这个时候检测到这一点的这个电压信号，那么它就会根据相应的算法算出这个水位是多少啊。它发送下一个周期的时候，它就从这端开始发送。那么发送的时候啊，从这里由于这个二极管的单向导电性它不能过去，那么从这边过来，通过这个二极管过来啊，就到这里。当这里收到一个信息的话，那么实际上就是温度检测的信息啊。那么也就是说，单片机在不停的从这一端发射一个信号，检测一下这个水位，然后从这一端发射一个信号，走这条路来检测一下温度啊，所以它就可以通过2根线来检测到这个太阳能水箱里的水温或者是这个水位。那么我们也可以给大家来用示波器看一下它发的这个信号啊。好，首先说一下我们这个示波器的接法啊，我们就接上这个黄红2个端子就行了啊。加字加一个，然后这个探针啊接一个，然后我们把示波器打开啊，我们看一下示波器上面有什么变化没有啊。现在这个示波器已经打开了啊，我们呢现在把这个东西已经通上电了啊。你看这个现在没有接这个传感器的话，它上面是显示的这个标志啊。我们来接上去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示波器啊。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个示波器就有信号了啊，但它这个发送的频率肯定是非常低的啊。那么我们把这个时间调大一点，我们看能不能看到啊？现在可以看到了啊。大家可以看啊，我这个手在这里没动啊。大家可以看这个单片机在不停的发送这种信号啊，然后就在检测这个水位和电压啊。它过一会儿发送一个，当然它这个频率是很慢的啊。大家可以看这个最高是5伏，然后下降到是-5伏啊，这个位置是0伏。这一格是2伏，
那么也就是说，它不停的在发送这个一个信号啊，它是发送一个信号，然后通过另外一个端子去接收啊，就和我们这个变频空调的通讯电路非常相似。大家知道，我们的变频空调通讯电路只靠一根线就可以来实现通讯，我们这个靠2根线就可以实现这个水温和水压检测的这个通讯啊，大家可以看一下。然后顺带给大家说一下呢，如果大家修那种4线的这种传感器的话啊，大家可以用一个可调这种电位器啊，然后接2根线。去用户家修呢，它4根线的话，它这里有4根，它有2根是水位，2根是这个温度。我们可以把这个接上去，去调节这个电阻的大小，来看一下这个显示屏上面有没有变化。如果有变化的话，证明这个控制仪是好的啊，直接去买这个传感器换上就可以了啊。像这种的话呢就不行啊。当然这种的话呢，我刚才也想了一个办法啊，我也给大家演示一下啊，是一个什么办法呢？就是我们按这个电路图搭在一个简单的电路啊，当然它这个是一个组织可以随时变的一个电阻啊，当然我这就用固定电阻的啊，我们接上去看能不能检测出水位和这个水温，如果可以的话，那么这个控制仪也是好的啊。大家看一下，我这是用的一个2K 的电阻啊，然后这个二极管实际上啊，我们这个电路图简单一画的话，就是一个二极管一个这个电阻串联，然后另外也是一个二极管和电阻串联，但是它们最后这个二极管和电阻啊和另外一个二极管和电阻它是一个反向并联的关系啊，所以说我这个实物接出来是这样啊，我们就可以把它接到这2个端子，大家看一下这个屏幕上有没有正常的显示啊，可能的显示是水位满了，或者是温度多少度，或者是显示水位达到多少啊，然后这个温度多少度应该是可以显示出来的啊，我们把它接上去试一下。好，这个我已经接上去了啊，我们通电试一下看啊，它应该会显示水位和温度啊，但是由于我这个电阻是固定电阻啊，它不能调节啊，我们通电。大家可以看，现在显示水位满了76度啊，77度啊，当然是由于我这个电阻不能调节组织大小啊。大家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喜欢动手的朋友，可以把这里用上2个可调电阻啊，电位器去调节这个组织的话，它这个上面肯定会有变化的啊。那么这就是一个双线太阳能水位温度传感器的一个工作原理。好，本期视频就跟大家分享到这里，喜欢我视频的朋友多多帮我点赞，非常感谢，拜拜。